巧了，小爷也是来抓家眷的，可惜咱们不同路。张统领，你这是抗旨。昏君的旨，谁爱听谁听，碍不着小爷的事。那本官只好秉公执法了。那小爷只能替天行道了。王朝马汉，在，将张统领拿下。是。张东，在，咱们灭了这帮贼人。是。展大侠，包大人怎么跟国舅爷混在一起了？包某是来办差的，跟张统领不相为谋。哼，少拿着鸡毛当令箭。姓展的，我问你，家眷呢？家眷？把剑放下，用嘴说话。好，我问你，家眷到底在哪儿？马车里。少爷，当心有诈，我去看看。少爷，家眷在车里。包拯，这辆车是去边关的，家眷我要定了。边关9400条兄弟的命，你们谁也赔不起。换与不换，皇上自有胜断。展大侠深明大义，还望助包拯一臂之力，把家眷送回开封。我展昭误上了你们的贼船，帮你们抢回来人已经仁至义尽，朝廷的事与我无关，你们自己解决。就此，告辞。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弟兄们，
你无关。呀！走。上！自觉。别打了，快救马车！用力！放这儿。哎呀，可累死我了。醒了？怎么样？大哥呛了几口水，死不了。哎呀，你小子一身好功夫，没想到是这旱鸭子，啊！你们是？什么你们我们？难不成是阎王爷的小狗不成？你们要对我做什么？拿你下酒。太瘦了，没嚼头。是我们救了你，想谢我们就让你爹给我们多送点银子。哎，对。你们为什么要救我？你小子呀，
一身的匪气，不像个吃官粮的，像我们江湖中人，淹死你啊！可惜了。你们是哪路江湖的？四蜀听过吗？没听过。钻天蜀吴方，彻地蜀韩章，穿山蜀徐庆，翻江蜀蒋平。没想到包拯竟找来一些鼠辈。哎，我说你小子别不识抬举。老三，没动气，坐。跟我一起的那个兄弟呢？跟你一样，让水冲走了。我一双手救不了2个人。各位兄弟的救命之恩，小爷记下了。有朝一日，一定回报。哎，小子，留神！去哪儿啊？我去找我兄弟。这条河上百里长，你怎么找啊？是啊，我劝你还是回京城。若是你兄弟没淹死，在这儿找不到你，自然会回去。哎，老二，甭管他，走不了几步。周二还是那句话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上次我劝住你了，这一次我就不劝你了。走吧，我送你进宫去。周儿见过皇上。子荣说你有话跟我说，有话进来说吧。叶儿，周儿是来向你辞行的。去哪里？回戏班子。为什么？是不是皇后逼你的？是不是？他没有逼我。他说的在理。我现在就下诏书把他给废了。叶儿，这不怪他，是周儿自己的主意。我们是约好了完璧归赵。这些年，我在张家吃得好，住得好，蓉儿也很照顾我。可你以为这样，周儿就能心安理得了吗？叶儿，你知道我都在想什么？我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吗？我知道。你不知道。在张家，我每天只能对琴说话，走路要低头，做事要小心。我是张家的儿媳妇，可家不是我的家，男人不是我的男人，我只是个幌子。我想要放声大哭，想要大声说话，想和知音高山流水，和知己闯荡天涯。小时候多好啊，顶着日头，站在田地里，大说大笑，读书耕地，无忧无虑。肚子饿了，就跑到田地里去偷地瓜，烤着吃。要不是周伯伯及时赶来，把火扑灭，咱们就闯大祸了。以前，你是义儿，我是先生。如今，你是皇上，我是戏子，却错被你们当成了玉，寄放在张家，等着归还。可周儿不是玉，只是无根柳絮，随风飘。叶儿做了皇帝，就不能再由着性子了。你说的对。你为什么要走？我知道。原本我想，等江山稳定了，皇后怀上龙子，我就让你做我的爱妃。那一刻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
我以为你会喜欢，我以为你会开心。那样对皇后不公平。她是无辜的，周儿就算进了宫，我们一样不会安宁。那朕就不无辜，那我们就不无辜了吗？皇上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让百姓过上安宁的日子。周儿相信，义儿会是一个好皇帝。这些年，我留在张家，是想伴着你站稳脚跟，展翅高飞。如今周儿离开，也是希望你能走得更稳，这样对我、对你、对皇后、对蓉儿，都是最好的归宿。等等，答应我，别离开汴梁。周儿答应。包大人！包大人！包大人！哥，包大人不会已经……闭嘴！别说那些不吉利的，快走！我是说，包大人不会自己先回去了吧？啊？不会吧？包大人！包大人！少爷！少爷！少爷！张东，少爷！哎，见我们包大人没有？你见我们家少爷没有？你先说。你先说。你们家少爷被水冲走了，淹死了。哼，你们家包大人才被水冲走了，淹死了呢。哎，我刀呢？冲走了吧？嗯。还不去找？走。包大人，少爷！包大人，少爷！少爷！你喊啥呢？包大人！包大人！他俩要是死了，你我都得偿命。该偿命的是你。家眷是在宋国出的事儿，你家相爷必须给国师一个交代。你师弟反水，你又害我失手割断车绳，你休想脱开干系。我师弟是你找来的，与我何干？而且相爷只答应你们把家眷劫出开封府，护送是你的事儿。你失手放跑了卢芳，酿成大祸，是我替你杀了段恩，灭了口。相爷要好心好意让我来助你一臂之力，你可倒好，不分敌我竟向我出手。如今闹得这步田地，怨不得别人，你自己跟张元交代去吧。我警告你，离我远一点，不要再让我看见。我也警告你，离我师弟远一点。如果我要说不呢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哼！你去哪儿？去找家眷。是死是活都不知道，你去哪儿找？
住了这些年，就带走这么点东西。住进去前就这么点东西，不照样走南闯北？这些年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你和你爹都待我很好，周儿永远记得。有什么事情，记得回来找我。你为什么一直帮我？是为了伊儿吗？帮你是真心的，当然，也是为了帮助皇上。这些年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，却总是开不了口。什么事？你是真心在帮伊儿吗？和你一样，我们都希望伊儿成为一个好皇上。兴国安邦，造福百姓。那如果有一天，你爹要对付皇上呢？帮助皇上，就是帮助张家。周儿懂了，谢谢你。也谢谢你。不早了，进去歇息吧。蓉儿，周儿一生所有，都是张家赠予的。这本琴谱，留给你，夫妻一场，留个念想吧。蓉儿，照顾好自己。你也是，照顾好自己。诏书颁下去了，大理寺少卿暂时接管段安的事务。段安的死因仍在调查当中，目前还没有头绪。知道了。你爹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？没什么。周儿走，你爹有什么看法？我没问，他也没提起过。去见过周儿了吗？送他去杂剧班安顿下以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我想，他也不希望被人打扰。皇上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包拯回来了，人呢？在宫门外候着，带起来。是。主人，大少爷回来了。他人呢？在饭厅里用膳。爹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刚。你怎么跟逃荒的似的？张东回来了吗？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？他还没回来。完了，走散了，我得去找他。站住！你们先下去吧。坐下。差事办得怎么样？办砸了。砸了？家眷呢？不知道。你能不能给我好好说话？本来我都已经把他们追到手了，突然杀出来好几路人马，咔嚓一下，全都掉河里了。掉河里了？对啊，一群人拽都拽不住，全都给拖河里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到底是谁劫走了家眷？您还问我？是您。我？爹，这么多年我还不知道您。我问您，叶离青是谁派去的？什么叶离青？就是当年那个西夏女人，西夏舞女。我早就给她撵走了。哼，撵出了咱们家，未必能撵出大宋。就是她劫走了家眷。
您是真糊涂，还是跟我这装糊涂？我倒希望我是装糊涂。要是我干的，我让你追干什么？那就是王延龄那个老家伙干的。王延龄？为什么？要不是他那个门生姓展的去捣乱，家眷我早给您带回来了。你是说展无为？对，他帮着西夏女人一块抢家眷。皇上，包拯来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包大人，请。参见皇上。你给朕带来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坏消息。什么坏消息？家眷死了。什么？谁干的？臣一句话说不清楚。这么大的事，你跟朕来一句说不清楚？皇上，争夺张元家眷的不止我们，还有张子雍、王延龄的门生展无为，再加上西夏的人。当时几方混战，场面一片混乱，局势失控，马车载着家眷坠入了山崖河谷。家眷摔死了。那朕最担心的事情呢？照目前来看，臣并未发现张子荣与家眷案有任何的关联。皇上的担心也许并不存在。张德林抢夺家眷是为了保住镇关军，劫走家眷的幕后黑手王延龄的嫌疑最大。朕的宰相是罪魁祸首。臣只是怀疑，还不能确定。张元的家眷死了，张元一定会丧心病狂，9400名镇关军一定凶多吉少。家眷坠落悬崖以后掉进了河里，各路人马为了拽住马车，全被拖进了河里，河水把大家给冲散了。当时跟臣一起飘上岸的，只有展大侠跟那2名死去的家眷。也就是说，除了展大侠跟臣，没人知道家眷的生死。那又如何？我们可以封锁消息，放出消息说，家眷已经被臣抓回了开封府，以此为筹码，佯装与张元谈判，让范大人的人马攻其不备，秘密营救镇关军。也只能铤而走险，否则镇关军将全军覆没。皇上，臣还有件事。什么事？请皇上降旨，恢复臣的官职。臣要逮捕展无为，从他查起。不知道。学生真的不知道家眷的生死下落，当时的情况，学生也无能为力。包拯为何也牵扯进来？学生是在追张子雍的路上发现包拯他们一伙，跟了一路才知道，他们也是奔着家眷去的。那他们认出你了吗？有还是没有？抢家眷的时候，我师弟展昭也在场，他能辨出我的剑法。那就是说，如果包拯活着回开封府，就意味着皇上已经怀疑到老夫头上了。相爷，您这些年让学生做的事儿，学生从没问过为什么。可这次，我想讨个明白。什么？不惜搭上段安的性命，甚至不惜搭上边关9400将士的性命，就是为了除掉范仲淹。这就是您所谓的大局。范仲淹的新政能毁掉什么？你根本不懂。我只知道范大人是个好官。不惜毁掉多年的平稳，用所谓的一腔热血将大宋引入歧途，这是好官。我这么多年白教你了。任何新政都有风险，相爷又怎知道一定是歧途呢？老夫知道。相爷，相爷，相爷！哎呀，不好了，相爷！包拯带着皇上的手谕来抓展爷了。王大人，
包夫尹，通敌叛国不是小罪，包夫尹不要凭空污人清白。长无为的剑法已经出卖了他。笑话！天下剑法并非因人而异，包大人这是欲加之罪。包拯只是传长无为回府审问，并未将其定罪。包夫尹如此笃定，好，老夫可以让你把人带走。若我的门生干了什么伤天害理之事，任凭包夫尹处置。不过审讯总得有个期限。包夫尹准备审多久？3日为限。3日，他若清清白白，包夫尹，你要给我一个交代。可以。清者自清，好好配合包夫尹调查案子。不得造次。是。下官告辞。恕不远送。包大人，王朝马汉。包大人，您怎么把他抓回来了？皇上降的旨。您去见过皇上了？没看包大人已经官复原职了吗？还是这身官服像大人。包大人，你是怎么回来的？我被展大侠救上岸，是他送我回来的。我去关帝庙找过你们，还以为你们……嗨，我们命大，死不了。哎，说来可笑，我们哥俩是跟张东一路回来的。对，到了城外碰上了张子雍，他竟然是跟四鼠一块回来的。那他们人呢？哦，包大人，张东跟他少爷走了，四鼠回关帝庙去了。我们哥俩在庙里等不着您，又到您府上找过，您不在，我们到开封府来碰碰运气，没想到还真撞上了。都平安就好。你们有什么打算？包大人，如果您现在缺人手，我们俩……好，都回来吧。是。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。四面边声连角起，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范将军这首词沉雄开阔，苍凉悲壮，令人百感交集呀。太师过奖了，请。不过，张某人还是更欣赏将军的《岳阳楼记》那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寥寥14个字，却道出将军心中锦绣，宇宙关怀呀。14个字说来容易，身体力行，何其难呐！世上无难事，人心自不坚。将军和我都是宋人，早些年我们胸怀大志，一心想报效朝廷。可是张某人怀才不遇，屡试不第。范将军虽然入朝为官，但这些年也是饱受冤屈，接连被贬。张某人弃宋投夏之后，便彻底看清，错不在我们，而是那大宋奸臣当道，皇上软弱无能。我大宋固然有击臣糟粕，但吾皇并非是昏庸之辈。太师，你想过没有，李元昊是不是也在利用你？当然想过，可我们读书人这辈子，图的不就是为人所用，为人所谋吗？将军被发配到边关征战，不也是在被赵祯利用吗？所不同的是，李元昊知人善用，他可以为了张某人的家眷，放弃唾手可得的镇关军。
可赵祯呢，为了2个人质，宁愿置9400将士的性命于不顾。报。进。太师，大宋派来信使，要见范将军。他开口了吗？说了3个字。哪3个字？拿酒来。包大人，他是在故意跟咱耗时间呢。硬骨头我俩见多了，只要您同意，我保证他扛不过3天。你们那些大刑奈何不了他，只会落下王延龄的口实。那怎么办？您可答应了，只审3天。对呀。拿酒来。展无为，我不胜酒力，今日破例陪你吃一碗。请。你不够格。范将军，皇上怎么说？皇上说今晚就动手。今晚？皇上没有退路了，只能如此。你把这个交给狄青将军，他看到这张令牌就知道该怎么办。大人，趁还没有开打，你赶快随我脱身吧。范某不能走，范某一旦走了，张元就会起疑心。他们一旦有所防范，我们就会前功尽弃。他们迟早会发现有诈的，到时候您插翅难飞啊！范某的使命就是拖住张元。范某从来谈判的那天起，就没想过要全身而退，用范某一个人的生命，换来镇官军能够安全脱逃，死而无憾。大人，不要再说了，赶紧回去布置任务，告诉狄青将军，营救第一，不能恋战，也不要来救我。快去吧。是，一路小心。大人，保重。包大人，怎么样？说了4个字，还多说了1个字，说的啥？我不够格。够仗人势的东西。大人，我去给他点颜色看看。保证不留痕迹。不许胡来！他不肯说，又不能打，要怎么审？其实，他已经说了。已经说了。展无为是北方人，在南方并没有亲人，却为何要朝南方敬酒？会不会是敬他师弟展昭？他是在给死人敬酒。死人？还有，展昭也是北方人。却为何要以南侠自居？您这么一说，还真是奇怪。为什么呀？我猜南方一定有他们至关重要的故人。要不，找展大侠问一问。速去速回。还要等？赵祯到底什么意思？太师，皇上不是已经答应你的条件了吗？只是这件事情还要从长计议，毕竟这牵扯到9400条人命，不得不谨慎，还望太师谅解。我张某人
诚心诚意请将军来谈判，已经等了7天了，却等来个从长计议。再这么耗下去，不用我军进攻，镇关军就会草尽粮断，被困死在定川寨。看来赵真并无诚意，分明是在浪费时间。将军，与其耗在这儿做个帮凶，何不考虑弃暗投明啊？身在黑夜，分不清明暗，还是各为其主吧。假若有一天宋夏能够和好，范某倒愿意跟太师在光天化日之下交个朋友。将军微言大义啊，倒是显得张某人狭隘了。既然如此，今晚就不谈正事。他不急，我更不急。来人，在，奏我大夏5月。是。请。展大侠，包大人不来找我，我还正想找包大人。今天是我师父的忌日，我师兄应该会去给他老人家祭酒。我在坟前等了1天，师兄都没有来，我想他可能出事了。以他的功夫，在江湖上没有几个人能奈何得了他。我想可能是在仕途上栽了跟头，也许就栽在包大人手上。他触犯了王法，被包某关进了大牢。什么罪名？杀人灭口，通敌叛国。师兄弃侠投关以来，我最担心的一天，终于还是来了。包某请展大侠来，是希望展大侠能替包某说服你师兄，揭穿王延龄的罪行。展大侠，出卖镇关军的罪魁祸首，很可能就是当朝宰相，而现在这个黑锅却扣在了范仲淹范大人的头上。幕后黑手一日不除，范大人就一日不得平冤，我大宋的朝野就一日不得安宁。还望展大侠大义相助。带我去见他。范将军，想当年呀，我听说李元昊有立国称帝的大志，我便和一位姓胡的好友偷渡到了西夏。我改名叫张元，他索性连名带姓都改了，叫吴昊。有一日啊，我俩去酒馆吃酒，吃醉了之后啊，就在墙上写下“张元吴昊在此吃酒”。巡逻的见了，发现我们不是西夏人，就把我们拿下，送与元昊。李元昊见了之后啊，便问：为何触犯其名讳？为何进入夏境？我俩仗着酒胆，大声说：幸上未理会，乃理会明也。李元昊啊，听后很是惊讶，不但释放了我们，还委以重任。太师胆识过人，难怪李元昊如此青睐。哎，将军过奖，来，再吃一杯。禀告太师，定川寨有宋兵来袭。他们有何企图？看形势，意在营救镇关军。来人，在。把范将军拿下。是。与我同去督战。是。你今年失约了。身不由己。替我给师父敬酒了吗？敬了。还替你扫了墓。谢了。小时候师父嫌我右手笨，不会使剑。他老人家让我去替你扫院子。打扫了3年之后，
我发现自己是个左撇子。时隔这么多年，扫地的活儿还是我替你做了。以后我来替你。其实师父早就知道你是左撇子，他老人家让你扫地，是想告诉你：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师父是想告诉我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在朝廷这个大屋子里，随处是尘埃。谁？范仲淹、包拯、张德林，还是你家大人？有碍大局者，皆为尘埃。9400条人命够大吗？边关危急够大吗？还是王延龄的野心够大吗？师兄，我想有些事情，我们都想做了。错在哪儿？小时候我问，什么是侠？我记得你告诉我，侠之大义，为国为民。当时我记得师父什么都没有说。其实真正的侠义之道就在我们门派的匾额上。师父之所以没有告诉我们，就是要让我们自己领悟那8个字：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这么浅显的道理，令多少英雄好汉却剑走偏锋。你扪心自问一下，你拔过多少次剑，救过多少个人？你这次拔剑，差点害死了。你赢了。死了多少人？我军死3000，你派去的援兵死伤惨重，镇关军死伤半数。论战果，你们输了；可论胆略，你赢了。这场仗的赢家本来就是你们，范某不过是破釜沉舟。如果我现在杀了你，你还有什么遗憾吗？有。就是不能再回朝改革了。改革？对，我昨晚说过，大宋有许多基臣糟粕，一日不定国革新，就会有更多像太师这样的人怀才不遇，有许多打不赢的仗，平不了的冤，贪不完的赃，到头来被残害的是忠良，受苦的是百姓，亡的是国家。将军为了大宋，真是殚精竭虑，舍生忘死。可你的皇上到底能给你什么？我效忠朝野，不是为了皇上，是为了天下的百姓。如果范某此生能向皇上索求什么，范某只需要一次机会，就是实现那14个字的机会。张某人如若早些年认识将军，或许就留在大宋了。太师，你现在回头，
也不晚呢。来人，打开牢笼。是。范将军，你走吧。但愿将军的改革能给大宋一次机会。太师如此心系大宋，何不跟我一块儿回去实现这个愿望？太师，范某就这么走了，你如何向李元昊交代？李元昊还用得上我，不会与我计较。范将军，但愿你我有朝一日能在光天化日之下交个朋友。后会有期。保重。朱元台的故事虽美，但是太过凄婉了。牛郎和织女1年只见一次，也不好。崔莺莺虽然终成眷属了，可过程也未免太坎坷。皇上，这些才子佳人，怎么没有一个顺风顺水的呀？皇上觉得臣妾像谁呢？皇上，像什么？你刚才说了什么？皇上要是不喜欢聊这些情情爱爱的，那臣妾陪皇上谈诗论赋如何？今日的战事已经搅得朕心神不宁，朕累了，朕没心情。那臣妾给皇上按按穴位，解解乏。皇上为什么这样对臣妾？好好的，朕怎么你了？皇上怎么也没怎么，皇上怎么舍得把臣妾怎样？嫁进皇宫，却整天独守空房，无论臣妾怎么做，你都对臣妾不理不睬。前几天好不容易让臣妾侍寝了，结果第2天转脸就像不认识一样。臣妾是皇后，见皇上一次却比登天还难。朕不想跟你吵，朕真的累了。皇后早点回去歇息吧。皇上是心累，皇上心里装的不只是江山。不要得寸进尺。得寸进尺的不是臣妾。我还以为他真的讲道理，明明说好了要离开，结果又跑回杂剧班子装可怜去了。朕就知道是你把他逼的。是他不对，他不知廉耻。你不许这么说他。他就是不知廉耻。娘娘的身子没什么大碍，用几种草药熏洗几日，就可以化瘀消肿。微臣在这里向娘娘先道喜了。本宫摔了，你却跟本宫道喜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？哎呀，娘娘，你是真的有喜了。娘娘的脉象是流利而圆滑，是喜脉呀。你不会搞错了吧？微臣把了几10年脉。娘娘的脉跳流利而不色滞，脉律似树而非树之动向，错不了。真的？微臣去御药房给娘娘抓安胎的药，娘娘胎气初成，往后要留神，要好生补养。有劳太医了。那明早可否带本宫向皇上道个喜？这等喜事，娘娘为何不亲自告诉皇上？就当是答谢你了。到时候啊，
皇上必有重赏。谢娘娘厚爱。展无为招供了，臣已将他关进了大牢。他都招了什么？段安的死和劫走家眷，他通通承认是王延龄命他为之。出卖镇官军的也是王延龄，唯独这一条他拒不承认。这还需要他认？除了王延龄还有谁？臣倒觉得展无为没有撒谎。展无为替王延龄干了那么多坏事，谁能担保他不为王延龄掩盖罪行？他对王延龄忠心耿耿，只要开口必定是自己悔悟，又何必隐瞒这一条？况且出卖镇官军与劫走家眷皆是通敌叛国，臣以为说一瞒一实在是多此一举。那除了王延龄、张德林，只有张子荣、范仲淹。臣相信范大人绝不会通敌叛国。朕相信张子荣也不会干出这种事。臣会继续追查，直到真相水落石出。皇上，刘太医求见。朕没空。刘太医说有天大的喜事禀告。传。是。参见皇上。太医找朕何事？恭喜皇上，皇后娘娘有喜了。此乃国家之幸，万民之幸啊！你说什么？娘娘的脉象按之流利，滑如滚珠，那是喜脉呀，皇上。谢刘太医来报喜。王德在，传旨下去，重重打赏。是。臣谢主隆恩。臣恭喜皇上。朕倒希望你给朕报个喜讯。恭喜皇上。朕知道了。您知道什么？太医在你前头已经告诉朕了。太医？臣报的是边关之喜。边关？凌晨边关派来飞鸽急报，范大人的援军成功协助镇官军脱困，2路人马现已返回魏州，听候皇上调遣。全军脱困，损失过半。这2桩喜事，恐怕最开心的是你爹。立刻下旨，传范仲淹班师回朝。你也下去吧，尽快给朕查出真相。遵旨。蓉儿，蓉儿，爹在前面大摆宴席，你不去吃酒，却躲在角落里吃起了闷酒。没心情。咱俩要当舅舅了，你不高兴？高兴。爹的镇官军活下了1大半，你不高兴？高兴。高兴一个人吃什么酒？吃我的。我看看。琴谱，你又想那个弹琴的人了？没有。哼，你想他，他不想你，他心里只喜欢那个姓赵的。我就纳闷了，你到底是不是咱们张家人？你醉了。我没醉。你哥自打做了禁军统领，就没遇见过一个闯皇宫的刺客。倒是天天看着你们2口子往宫里走，你们2口子的心可真宽呐。不对。什么不对？我才不是张家人。
你跟爹都一样，都喜欢耍心眼儿，都喜欢把自己喜欢的女人往皇上怀里送。你们这么做，让我的脸往哪儿搁？但爹送个女人，好歹做了个枢密使，你倒好，才是个吏部尚书，比爹低2品，怎么也得是光禄大夫。别一个人吃闷酒，哥陪你。那个姓赵的在宫里霸占着咱姐，宫外霸占你媳妇儿，他凭什么？就凭他姓赵。你要是真喜欢这女人，就别老对着秦普发愣。我要是你，我就把她变成自己女人。你不敢，你就不能为自己活一回？朕今天有重要的事要跟你们说，但是堂上却少了一个重要的人，朕的宰相王延龄缺席了。你们知道朕想和你们商量什么？王延龄被弹劾，理由是杀人灭口，通敌叛国。这份奏折是包拯上的吧？正是。你有何证据？他的门生展无为亲口指认，一个门生的胡言妄语，根本不足为信。王宰相身为2朝元老，功不可没。这些年遭奸人的诽谤还少了吗？信与不信，皇上自有胜断。王延龄的功劳朕心知肚明，但再大的功，也抵不过这个过。光是一条通敌叛国，你说王延龄该不该罚？该。王延龄串通西夏细作，以利清，劫走家眷，有罪无罪？有。又派门生展无为毒死大理寺卿段安，有罪无罪？有。后又派展无为抢夺家眷，致家眷摔死，害我大宋丧失谈判筹码，险些使镇关军全军丧命，有罪无罪？家眷死了。家眷早已坠崖身亡，这都是拜王延龄所赐。如果不是包拯封锁了家眷的死讯，我镇关军早已命丧边关。你说王延龄该不该罚？通敌叛国，罪不可恕，但臣恳请皇上1碗水端平，将范仲淹一并惩处。范仲淹何罪之有？镇关军的动向，就是他出卖的。张大人可有证据？事发之后，臣觉得蹊跷，命人在暗中调查，在边关范仲淹的住处发现了一封张元的书信，信中言辞献媚，极尽拉拢之意。这封书信已在臣手上，把它拿给朕。皇上，据臣所知，范大人的确收到过张元的书信，还曾与他相互欣赏，但道不同不相为谋。范大人早已拒绝了张元的企图，况且镇关军脱困，范大人功不可没，他又何苦出卖镇关军？包拯，战事打响之后，张元明知中计，范仲淹孤注无援，为何能全身而退？皇上，范仲淹和张元都在我大宋栽过跟斗的人，一个是叛国投降，另外一个被贬2次。这样的2个人走在一起，难免惺惺相惜，相见恨晚。皇上，您再仔细地想一想，在边关将领之中，还有谁比范仲淹的嫌疑更大？通敌叛国，王宰相和范仲淹都有嫌疑，要惩处也要一并惩处。皇上，这只不过是张大人在妄自揣测，请皇上明断。王宰相的通敌叛国之罪，不也是一个门生的一面之词吗？臣请皇上明断。
张子荣，臣在。范仲淹到哪儿了？昨日已经过京兆府，应该很快就到洛阳了。拟旨，将范仲淹押解回京。皇上，别说了，朕意已决。诸位爱卿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皇上，臣愿献上一计。讲。皇上既然封锁了张元家眷的死讯，那我们何不将计就计，以牙还牙？怎么个以牙还牙？以此来要挟张元，逼他退还一座城池，并退兵30里，否则就依照我大宋的律法，将其家眷以叛国罪处以极刑。妙。你们怎么看？皇上，臣以为不妥。张元得知其中有诈之后，必定起兵报复。到那时，战事就会严峻，反而会适得其反。臣赞同。张元迟早会知道家眷的死讯，不如反戈一击。包拯言之有理，朕赞同。皇上，范大人的事还请皇上三思。这事不要在意了。皇。相爷，张大人来了。老夫要把这盘棋下完，你请自便。这盘棋一看就是死局，此乃真龙局，花无巨六，节中有节，环环相扣。老夫看看是否能救活他。这下棋呀，本来是2个人在消遣，可王大人偏偏要把它变成自相博弈。棋逢对手难寻，张大人是一个高手，我是没兴趣。张大人，棋局如命局。张大人可知这围棋还有一个名字？哦，叫什么？乌鹿。百鸟之中，唯有乌鸦和白鹭各为纯色，一黑一白，就犹如这盘棋，而这棋子又犹如天下之争，黑白双方处心积虑，步步为营，子空接地，地多者胜。我倒觉得，更像是你我2人。这一转眼，我们争了大半辈子。有时我还在想，如果你我能够从一开始就珠联璧合，这大宋的江山将会是什么样子？一张饼3个人分，刘娥那份已经还给了皇上，皇上得的是天经地义，别人分不走的。可剩下的不够2个人的胃口，更何况分不到的人总来倒我们的胃口。王大人是在说范仲淹吗？你说呢？我们2个人都想看范仲淹栽跟头，甚至于拿镇关军做诱饵，嫁祸于他。可现在呢？我的镇关军保住了，范仲淹也成了泥菩萨过河，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。可王大人偏偏要节外生枝，不能与我分享。这饭呀，只有抢着吃才香。以后没了王大人，我也是食不甘味啊。皇上也不愿意跟任何人一起分这块饼吃。我将来的路，恐怕是吃不了兜着走啊。王大人，要怪，就怪你自己交错了门生，养虎为患。
朝天差二，白起活了。你救得了棋局，救不了命局。请吧，王大人。马车在外面等着呢。老夫早就准备好了。张大人，以后的路就只能你一个人走了。行了，现在哪有什么动静啊？哦，也是。哎呀，没想到我这个国舅爷真的要当舅舅了。姐姐怀孕，你美什么呢？我当然美了，这是我大外甥啊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。就你会说话。那也看分跟谁。我从小到大，只跟2个女人服过软。还有谁啊？你别问了。你要是有本事啊，就把人家娶回家当媳妇儿。姐姐等着抱侄子呢。啊！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有缘无分吧。娘娘该敷药了啊。敷药？怀孕敷什么药？国舅爷，这是治跌打损伤的。跌打损伤？姐，你怎么了？没有。是不是皇上又欺负你了？没有，我就是自己跌了一跤。你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皇上动手推了娘娘，娘娘没防备摔倒了。他凭什么推我姐姐？是不是因为那个姓周的？姐，你等着，我去讨公道。哎，你回来！哥，出什么事了？你怎么来了？姐姐大喜，我来看看她。你去哪儿啊？管不着。站住！姐，我哥这是去哪儿啊？你哥去找你媳妇儿了，你快去把他追回来，快去啊！好。少爷，咱们这么顶着干，皇上要是真急眼了怎么办？这是我们家事，跟着就行，我管他高不高兴。闪开！闪开！都闪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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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军爷，这是干什么？我们什么都没做呀。我不是来找你的。那这是？把姓周的女人给我交出来。军爷，您找她？跟你没关系。我们家清理门户。你在这等着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收拾东西，马上走。为什么？因为小爷不想再见到你。离开开封城，走得越远越好，永远都不要再回来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因为我是张子雍。
张东，放我进去！把二少爷拦在外头。二少爷，放我进去！让开！张东，放他进来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来的正好。今天哥当着你的面清理门户。张子雍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是他欺人太甚吧？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你的绿帽子都快落到天上去了。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你到底是不是咱爹的儿子？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弟？我的事不需要你管。这已经不是你的事了，这是咱们家的事。咱们家的事我就得管。让他马上离开开封城，走得越远越好，永远都不要回来。否则怎样？我砸了戏班子，找人把他绑出去。你敢？让开！不让！张东，你那么护着他，他根本就不喜欢你。他喜不喜欢我不重要，我喜欢他。住手！你们别打了，我走。你不许走，你是我张子荣明媒正娶的媳妇，是张家二少奶奶。周儿，我是真心喜欢你。管好你的女人，再有下一次，我绝不客气。花开花落一念间，人生之苦多。小楼昨夜有风雨，谈笑之间转眼成锄禾日当午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谁知盘中餐。秋收冬藏，润于长寸。江山社稷，云横治理，只把一世情山水间，夫妻文化乱三天。你说我要娶我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一儿，周儿，江山社你别问，在只把一世情谊山水间。你哥下手可真狠，习惯了，他从小就这样。你们俩一点都不像。我8岁就去宫里做了人质，他跟爹待久了，性情跟爹越来越像。你8岁进了宫，我18岁进了张家，也许都是命中注定好的。周儿，你相信命运吗？以前不信，现在信了。你呢？
我不相信，命运对我们两个太不公平了。草民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朕想要见周姑娘。周姑娘在后院，不过张大人也在。张子荣。是。露出了半边的月，是圆还是缺？喝过了半杯的酒，是空还是满？初心总是比结果看上去热情大方，真相从来就简单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。大江东去，只留下了风流人物，千古流传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